感謝哈基情駐靈團大的 Dong3172，哈基情祈願團的86796，魏意外的抖內，以及哈基情粉絲團成員的支持，非常感謝。Hello， 大家好，我是風琴佑，今天我們來聊一下整個森之國的玩法。作為一個已經經歷過6次森之國的玩家，我也是吸收了自己的經驗以及網上其他玩家攻略的經驗，致力為各位萌新帶來一個盡可能全網最全的森之國避坑指南。此次影片會包括森之國幾乎所有內容、機制、國度、職業、裝備、技能、遺物、秘境、小推車、體力、交易行、幻想階梯、副本、公會。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在森之國開始之前是初始島，初始島說的直白一點就是玩法體驗，不能算新手教程，因為大部分玩法都會在森之國出現，而不是初始島。初始島的終點會讓大家再一次選擇戰士和法師職業，戰士最終會變成鬥士和騎士，一個近戰輸出，一個近戰坦克。法師會走向2個分支，術士和賢者，一個是遠程輸出，一個是奶媽。這裡大家選擇自己喜歡的就好。到後面想換職業也是可以無損轉職的，也就是轉職的時候你的投資不會浪費。如果想要一步到位的話，可以去我的頻道看看各種職業的玩法，然後做出你最喜歡的選擇。鏈接我會放在簡介，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雖然在森之國會開放越來越多的功能，你以為已經正式開始遊戲了，但是實際上依然只是在新手村。森之國是策劃用來篩選掉大部分玩家用的，因為森之國結束的時候只會剩下50%左右的玩家。那麼接下來我會更細一步，同時考慮到50%願意留下來的玩家，也會考慮到50%會離開的玩家。如果大家準備好了，為我的影片點個讚，然後進入森之國的第一個避坑點。玩家每升1級就能夠解鎖地圖中心的區域，解鎖的區域越多，羽神像開啟的數量越多，升級也就越快。這個等級優勢會一直持續到未來2個月以後，所以開圖效率對所有玩家來說都很重要。氪度比較高的玩家最終會通過自己更高的等級優勢獲得更多資源、更多戰力以及特殊的永久稱號。加速結晶能夠獲得2個小時的掛機收益，大家可以選擇現在使用盡快開圖，也可以在開圖差不多的時候一次用光。一個是早用早開圖，另一個是吃滿掛機收益。選哪個其實都差不多的，當然，你也可以一直囤住不用，因為這個遊戲只有升級了才能出現差距，2個小時的經驗差距以及資源差距的確不會影響到什麼。歸木村是大家第一個職業分支點，可以解鎖大量戰績和秘法，也就是大家所俗稱的一轉。藍色的星之願和粉色的星之旗是大部分玩家俗稱的藍球和粉球。藍球會在你所有技能中進行所謂的抽卡，會有保底；粉球則是在你指定的職業進行抽卡，也有保底。池子小一點，但是更難獲得。如果你沒找到粉球，也就是高級祈願池，也很正常，因為在通關森之國以後的下一個國度才會出現新的職業境界。這個自選技能兌換卡則是可以自選任意一個技能，這裡我建議所有玩家全部都留着等下一個國度的時候使用。我再疊一個甲，如果你就是爽玩，那麼選擇你用下來傷害最高的技能就好了。除此之外，都要留着。不聽秦大言，開服第5天就讓你吃虧在眼前。在自選技能上面有疑問的小伙伴，可以去看我這篇自選技能指南，或許會對大家有一定的幫助。那麼，如果在技能搭配上有顧慮的玩家，可以進風琴佑的 Discord 進行交流。目前是最受歡迎，也是規模最大的非官方 DC。在森之国中，技能是提升戰力的一大不可忽略的戰鬥力來源，很多玩家都會在這裡投入大量的資源。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如果你想要更久的玩下去，那麼我強烈建議你們不要使用诚心购買祈願石獲得更高階的技能，因為這個遊戲中無論你選擇哪一個職業，一轉都沒有玩家在未來能夠持續依賴的核心技能。說的直白一點就是，森之國的所有技能在未來任何一個時期都不是那麼重要。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建議大家自選一轉技能的原因。想要長期游玩的夥伴，可以等到森之國結束以後的下一個地圖再大量使用祈願石，尤其是那些會買空商店但是依然有預算的玩家。平民玩家不需要囤，因為你的實力不允許你保留多余的祈願次數。而那些基金黨，
以及會購買彈窗。新手禮包的玩家抽到奇蹟品質就可以停手了。对於那些更大刻度的玩家來說，神話品質的技能就差不多該囤了。如果只是想玩的爽，那麼可以投資技能；又或者是幾乎沒有什麼預算的玩家，也可以選擇直接入手一轉不朽品質，因為這個時候技能是玩家的一大重要戰力來源之一。每個職業的技能搭配都是不一樣的，就算是相同職業，選擇了不同流派的玩家，在技能搭配上面也有差異。目前來講，大家不用太多擔心技能的搭配，主要原因就是目前各個職業的技能数量都不足以支撐一個完整的玩法體系，所以哪個傷害高用哪個就可以了。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不同職業会提供不同的特殊屬性，比如斗士是暴击率，術士是精準，骑士是格擋率，以及贤者的全基礎屬性提升。這個遊戲有很多屬性，大部分對當前森之國的用處不大，但是的確有一些屬性大家需要提前知道，也就是暴擊、精準、格擋這三樣。就像石頭剪刀布一樣，暴擊的基礎傷害是150%，一旦暴擊就能造成大量傷害，但是一旦被格擋了，不僅打不出暴擊，還只能夠造成50%的傷害。而精準可以有效減少被格擋的幾率，雖然精準不能提高傷害，但是能夠為玩家提供所謂的傷害保底。通常斗士會選擇大量暴擊率以及暴擊傷害，再加上少量精準，防止打不出暴擊。術士則是提升精準和暴擊率，去穩定的打出較高的傷害。騎士則是提升格擋率以及少量暴擊率，去同时增加自身坦度以及傷害。贤者基礎屬性較高，通常選擇傷害增加以及傷害抵抗效果會比較好。畢竟職業屬性不提供暴擊率，也不提供精準，但是大部分賢者玩家實際上都會選擇堆暴擊率去提升自己的傷害，也是完全可以的。森之國中無論是職業、技能還是裝備的詞條所提供的這些屬性都不多，所以目前這些屬性的優勢不會太明顯，大家還是要以自身基礎屬性為主。但是這個知識點一定要知道，儘管這些屬性對於對應的職業來說特別重要，但是你依舊會發現自己的裝備似乎提供這些屬性並不多。沒錯，這個時期大家不用那麼在意裝備當中的什麼暴擊率和格擋率之類的東西，因為目前開放的功能還不足以讓玩家的基礎屬性在所謂的坦度和輸出上面有着明顯的差距。想要大量暴擊的最優選擇其實就是高階技能，格擋也是一樣的，就是需要注意，如果是戰士職業，那麼戰役沸騰和湖光靈頓都是有回合真空期的。要是遇到裝備有什麼攻擊、生命、精通之類的副詞條屬性，優先級還是大於暴擊率的。這裡要說一下，精通會影響自身技能造成的傷害，物理精通提升物理技能傷害，元素精通則是提升所有元素技能傷害。大家點一下自己的精通數值，可以直觀的看到能提升多少比例的傷害。速度能夠影響雙方的出手順序，當你的速度是對方的2倍的時候，你就可以同一回合打出2輪傷害，反之亦然。但是目前不用太糾結速度這項屬性，因為玩家和怪物直接的各項屬性還沒到出現巨大差異的時候，就当是小知識了解一下好了。然後就來提一下一些新伺服器的特殊活動吧。新伺服器都会有7日禮包，這裡面的任務很容易完成，大家不要擔心，平民也能完成。像裡面的什麼600%超值，其實和彈窗每周禮包中的600%超值是等價的，按照自己荷包的實力量力而行。在相同时期開啟的另一個戰力主要來源之一就是遺物。對於平民來說，應該盡可能獲得所有藍色遺物以及紫色遺物，也就是大約70%左右的收集率。對於氪金玩家來說，最好是可以做到收集所有橙色以及橙色以下的遺物，大約是接近90%左右的收集率。如果是自選奇蹟遺物，那麼鬥士、術士和賢者優先選擇暴擊率，騎士優先選擇格擋率，共鳴的話優先選擇固定數值加成的遺物。這類遺物增加的戰力最多。你會注意到每一個元素屬性都可以共鳴4個遺物，而當你把其中一個屬性的4個遺物升級到相同等級的時候，下面所有沒有共鳴的通元素遺物都會升級，瞬間增加大量戰力。所以千萬不要不同元素的遺物都升級一下。先前那些想要避坑技能卻又想要踩頭的氪金大佬就可以在這裡獲得大量戰力。森之國的遺物一直到未來都是有一定幫助的，值得投資。普通的小氪玩家，也就是基金黨，可以考慮不投資，晨星和耀星留着等到下一個地圖抽技能。會購買彈窗但是不會買空的玩家，可以在收集完森之國所有的遺物以後，就可以考慮停手了。當玩家氪度到達5萬星券以後，會獲得一個新遺物，叫做英雄指南。這個遺物可以讓玩家的經驗產量獲得增加，
在遺物中進行共鳴，則可以繼續提升20%的提升量。所以願意長期玩的夥伴可以咬咬牙，一次多氪一些。當然，荷包不夠充裕的也不要勉強了，畢竟點讚是不收費的。我知道95%的玩家喜歡白嫖，但是如果你已經點讚，那麼大大就可以去吃點好的了。平民可以使用命運果實去獲得指定的遺物。關於命運果實的技巧，可以看我的養成影片，因為就算不指定也不會踩坑，我這裡就不花時間細講了。想要了解的玩家也可以在我的簡介找到相應的鏈接。這裡鬥士建議主要提升火或者暗，騎士主要提升水或者光，術士則是光或者火，賢者則是暗。這樣對應的元素親和高了以後，自身職業的元素傷害技能可以增加很多。元素庇護不用太多擔心，因為不同怪物以及玩家的元素攻擊都不一樣，所以這裡元素庇護可以不用管。如果想知道更加詳細的遺物玩法，也可以去觀看我的遺物講解影片，總時長6分鐘，我就不在這裡講了，鏈接我也會放在簡介。秘境總共有4種選擇，普通玩家建議每天使用晨星購買2次鐵石礦洞、2次黃金礦洞、2次怪物礦洞以及2次沙石礦洞，統稱2222。如果大家經常在商會出售自己的資源換成晨星，那麼也可以選擇4244。對於那些經常購買彈窗的玩家來說，他們有足夠的耀星去換成晨星，所以氪老可以考慮6466。通常不太建議買更多了，因為買的越多，晨星需求也就越大。8888，只有那些願意把自己大部分資源都出售的普通玩家以及氪度真的很高的玩家才可以考慮。沒有預算的彩頭黨可以選擇買空。秘境產出的資源量會隨着大家開圖的進度也一併增加，所以前期對戰力需求沒那麼大的氪金玩家可以考慮囤住，等着未來需要的時候再使用。只是單純爽的玩家可以直接使用，增加大量戰力。如果大家对想知道秘境具體應該囤多少，囤到什麼時候使用才能避免浪費，也可以在我的簡介當中找到相對應的影片鏈接。目前沒考慮那麼多的玩家，就照我上面的做就好了。小推車其實和秘境差不多的，也是能夠產出秘境中的這些資源。除此之外，還有裝備和換售糧食。那麼在這裡，我強烈推薦大家在選擇小推車的升級項目當中，優先升級木頭石頭，其次是粗煉石。等這3個滿級了以後，再慢慢平均升級剩下所有的選項。這屬於懶人攻略。如果對自己的角色有更深入需求的玩家，可以去看我這篇小推車攻略，裡面講解了所有不同選擇帶來的側重點。影片鏈接也會放在簡介當中，歡迎觀看。商店主要就是讓玩家花費金幣購買小推車內素材的地方，偶爾刷新的時候會有祈願、結緣繩以及女神牌售賣，記得購買。森之國的時候，我並不建議玩家去多次刷新商店內的素材，因為刷新成本是固定的，但是商品價格卻會隨着玩家開圖進度增加售賣金額以及商品的資源量，通常刷新1次就可以了。後面隨着遊戲進度的增加，大家也可以適當增加刷新次數。玩家可以選擇只購買打折商品，也可以購買全部商品，這完全取決於你的秘境購買次數以及小推車的金幣等級。說白了，就是大家的氪度。因為森之国刷新商品實在是太虧了，所以我會推薦大家全部購買。寶庫的話，就得看大家氪度了。不過無論你是不是零氪，命運果實都是需要購買的。未來會有活動需要300顆命運果實，零氪玩家可以考慮從一開始就稍微囤一下。氪老倒是無所謂，因為氪老秘境購買的次數多，獲得的命運果實數量也会变多。大家應該有發現，體力實際上和秘境一樣。是的，沒錯，秘境、小推車還有體力這4項實際上是玩家能夠獲得粗煉石、金幣、技能經驗還有石之沙這4樣的主要來源。和秘境一樣，也會隨着遊戲進程增加每次使用體力的資源產出。當玩家在用體力挖粗煉石、金幣、石之沙的時候，會有幾率出現所謂的大礦，也就是冒着藍光、長得和其他普通礦不太一樣的特殊礦物。這個大礦的產量是普通礦物的2倍。大礦的產出沒有攻略，也沒有技巧，有時候會連層出現好幾個，也有時候臉黑，300體力用完了也不出一個，剩下一個怪物經驗會有一點點不同。怪物經驗沒有大礦的概念，經驗產出是固定的，不會翻倍。但是怪物經驗有一個特殊的機制，也就是會掉落材料，所有材料中除了肉以外都不能夠售賣，只能用來提交夥伴委託。所以想要賣肉的玩家可以打打野豬，
以後等交易所肉的價格比較貴的時候，可以一同售賣。怪物掉落的材料有大框的設定，也就是有一定幾率會出現高級材料，也就是藍色的材料。肉也一樣。風琴柚的 Discord 有收集各種普通換裝的掉落來源，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掉落概率不高，但是掉落以後可以自己用，也可以放在交易所售賣。通常一個能買至少500晨星，也挺不錯的。剛剛都提了那麼多次的商會，那麼接下來就來聊聊商會中的交易所和拍賣行好了。如果大家覺得有幫助，能夠避坑，可以為我的影片點個讚，謝謝。交易行可以說是平民主要獲得晨星來源的主要渠道，也是大佬獲得大佬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和其他遊戏中的交易所不同，仗剑傳說的交易所實際上交易量巨大，並且有最高限額以及最低限額，所以不会出現各種逆天的價格。拍賣行有时候的確會出現很逆天的價格，這取決於裝備的詞條以及這個裝備是否是當季熱門。目前大家應該在拍賣行中看不到任何商品，因為拍賣行只允許金色品質及以上品質的裝備進行拍賣，而森之國最高只有橙色品質的裝備應該是無法拍賣的。不過大家也不要注急，森之國節奏挺快的，下一個國度就會出現金色裝備。不過這些裝備通常不到1周就會被新的裝備替代，所以如果不是刻度比較大的玩家，我這裡建議不要去交易所購買裝備，等到了未來裝備重要性占比比較大的國度的時候再去進行拍賣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夥伴的話一開始只有幾個，但是到後面會越來越多。實際上無論大家選擇什麼夥伴升級，無論是死死盯着一個夥伴，還是為了拿檔案獎勵去選擇性升級，還是盯着高級夥伴升級，都是可以的，裡面沒有太多坑。不過想要把號養好，自然就要把目光放得遠一點。雖然金色夥伴能夠提供的基礎屬性是最多的，但是無論什麼品質的夥伴，他們所提供的特殊屬性都是相同的。大家可以從夥伴的感嘆號中看到每個夥伴提供的屬性，其中就包括了特殊屬性、暴擊率、精準、格擋率、治療加成、傷害抵抗等等。比如森森會提供傷害抵抗和格擋率，威蘭則是傷害加成和暴擊率。20級和70級會給傷害加成和抵抗這種小屬性，50級和100級會給暴擊精準這種大屬性。每一個夥伴提供的屬性都不多，但是架不住夥伴數量多。就比如我這裡光夥伴就有24%暴擊率和近40%的傷害加成，爽歪歪。平民至少全夥伴20級，並且把自己職業對應的特殊屬性拉上去，也就是50級夥伴。要是實在喜歡某個夥伴檔案3提供的換裝，也可以升到60級。克老就不多說了，森之國夥伴少，全部拉滿就是了。森之國的副本沒有太多說法，主要還是讓大家熟悉一下玩法用的。雖然對於普通玩家來說困難的確有點難，但是這個時期的橙裝和紫裝還沒有那麼大的差距，所以拿不到橙裝的小夥伴也不用太着急。這個時期只有2個職業，戰士和法師，所以想要通關 S 的夥伴也不太需要注重組隊時候的職業搭配。通常戰士半肉以及半奶的法師就是最合適的組合，無論你是什麼刻度，或者組隊的時候遇到什麼樣的隊友都会比較吃香。全輸出的戰士法師也可以，但是通常要確保自家法師有補血技能，或者至少自身刻度比較高。工會主要是提供換售材料的地方，不過這是下一個國度的事情，這一期就不講了。雖然工會也會提供其他資源和戰力，不過占比都不高，屬於是微量額外收入吧。越多大佬的工會就能夠攻打更多的工会 BOSS， 裡面的討伐獎勵都還不錯，會有自選技能卡，對普通玩家幫助很大。至於工會中的掛機資源產出的話，只有玩家在能源台、冶煉工坊、礦場以及藏書庫中才會啟用。聽我的，前期無腦選擇冶煉工坊就好了，不要問那麼多，問就是來自大佬的未来式。什麼工會商店、田園、羊圈、雞舍暫時都不用考慮，在你還沒了解換售這個東西的時候，走一步是一步，有些東西急不得。每日捐獻3次就可以了，大佬5次。幻想階梯沒有排名獎勵，衝不衝都無所謂。每天的日常任務中要求玩家打1次，所以每天打1次，然後掛後台就可以了。戰力夠了，自然就獲得關卡資源了。通常玩家會卡在結尾為4和9的關卡，這很正常。想要迫切越戰的，也可以在 DC 找找幫手。我們都對打幻想階梯這種東西很有一套理解的。記住了，沒有固定搭配，也沒有固定玩法。你可以借鑑網上的技能搭配，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根據不同玩家的屬性和玩法，同一套技能搭配并不总是適用于所有玩家的。森之国持續時間很短，主要還是為大家熟悉一下玩法的。國度地圖開完以後，就可以等待倒計時進入下一個新國度了。一定要記得在倒計時完成的第一時間升階並進入國度，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到玩家的床、小推車等收益加成，這很重要。國度中會有野生食材可以採集，玩家可以用來制作料理或者售賣。不過就我推薦的話，我會建議留着藍色以及藍色品質以上的食材，剩下的白色品質直接售賣。後續交易行會因為玩家需求而出現價格浮動，可以等到高價再賣出。那森之國的全攻略也就到此為止了。雖然森之國很短，但是通過這一期影片可以直觀地了解這個遊戲的一個整體玩法和走向。下一期是山之國的攻略影片，歡迎大家觀看。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點讚、訂閱並轉發給你公會的小夥伴們。有興趣的小夥伴也可以在我的主頁當中找到更多能夠幫助到大家的影片。感謝大家觀看，那我們下期再見，拜拜。